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10号，在这边祝各位多头跟空头朋友们中秋快乐。昨天视频已经给空方的朋友提示最后的风险，19500是你最后的防线，这个位置过，你甚至应该进场去追多。很多朋友是讲昨天视频刚看完，真的就爆拉。那我要跟大家吹牛啊，昨天是我认识的专家朋友他们拉的，不管你信不信啊。今天视频再来讨论一下4个小时或1个小时还有没有买点，或者是4个小时的 Vegas 有没有走好的迹象，包括未来上涨的目标有没有可能上看100万。我的专家朋友他们是跟我讲，未来是要拉到100万，或者是现在是日线这么大的一个量，包括周线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历史成交量。天天在跟大家讲量比价先行，怎么参考历史上的其他市场或者比特币市场，低点的位置爆大量就是好事啊。或者今天也要来聊一下20300还有没有买点，这个位置要怎么来判断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永久返用 20%， 或者是 Bybit 新的邮箱注册不用验证啊。你如果有用这个链接注册有入金，可以在 Discord 联系我们，可以帮你拉进讨论组。那么来看一下目前的位置，你如果把均线加上去，现在是已经把 20MA 给过了。那我的观点是散户生命线过有压回都是买点啊。至于昨天的4个小时已经跟大家讲了，就是这个位置举行的平台，当时我也是不确定我的那些朋友他们要挖的什么坑。前面这个位置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一个挖坑陷阱，他们也是跟我讲他们要再挖坑，但是这个市场不是只有一个专家，里面是有很多专家啊，只是目前的一个方向全部都是往上看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昨天是跟朋友们讲，这个位置既然是陷阱，你破是用单根来破，不是用慢慢的。一般跌是慢慢的跌，那都是在养套杀。如果是单根下杀的，有时候就是体现出主力整个意图。杀完以后，你为什么不继续错？就像昨天跟大家讲的，日线级别也是这样子。我们单看裸 K， 正常的下跌趋势，这种平台破的时候，一根每根收盘价都是在垫底，像这种走势就是慢慢的养套杀，这也是一样，慢慢的养套杀，它不是利用单根一步到位啊。4个小时为什么会有一根单根的下跌？所以看出主力意图，这个位置就是一步杀到位，把很多多单给它全部洗出去，然后这样子拉上来，甚至拉上来也是一步到位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根，昨天是单根啊，单根直接把这个位置给吞掉。那我昨天是跟空方的讲，你在这个位置如果19500过，你一定要止损掉，甚至进场去追多激进的。那如果你相对保守的话，20200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，这个位置再过你也可以再去追，或者有压回的位置。那还有一个位置是在20500，我是没想到全部都过了，全部都过。那现在还有没有买点？很多朋友是讲还有资金，我要跟大家讲啊，你现在在这个位置就不要再去乱追了，因为4个小时按以往的经验有大涨，可能要整理啊。至于整理的位置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来整理，那我们就要拉到日线级别。日线级别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我相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人可能要这样子来分析哦。过这个平台，你看还有没有压回平台？我也想这样子跟大家讲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压回这个平台。但是我们把均线加上去吧，你去观察一下这一个均线，它下一步上翘的位置，我刚刚给的那个20300也是在这个20MA 的位置，因为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。今天可能是在20300，那明天后天你下一次就慢慢的去观察，它会上翘，因为现在成本是踩在脚下，或者是还有几天时间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。刚刚想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个 Vegas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 Vegas 这一个676的这一个通道，现在是在这个位置，可能还有几天时间也这样来到这个位置，拉一条直线过去。现在是连4个小时 Vegas 都已经开始要走成一个金叉的结构，就是这一个白色的这个通道，现在成本全部都在这个区间，其实就是均线的原理啊，就是日线的这些均线目前已经50、20全部踩在脚下，还有这个量能是非常的大，所以这一根就是有效的一个突破。我的观点是有压回，你尽量要站在买方。还有一点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的 KDJ 指标，现在是80上方，你不要随随便便就下车哦。
4个小时是在80上方的钝化区，它有可能会持续的钝化。就算洗盘洗到位，看会不会再挖一个坑下去，然后看会不会再这样子突围。因为经常的形态就是这样，整理到位它挖坑，有时候买点就是在挖坑的位置。那你看一下有没有破80，就类似这个位置啊，它也是挖了一个坑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日线啊，日线现在也是金叉的结构，包括前2天的视频有跟大家讲嘛，背离的位置就是买点啊。既然有背离，就是会有转折。怎么转折？你不是在下跌，就是转折向上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那还有一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周线，周线目前也是要金叉啊。反正这一波尽量往上去看吧。至于上涨的目标要看到哪里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推特上面我早上发的这么一个视频的片段啊，掘金的那一部电影，收音机里面播放的一个消息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特币是上涨到125万美元。Leave it on there. You'll blow the engine. 当然，这也是一个搞笑的片段啊。不过那一部电影确实值得我们去看，因为里面也是体现出贪婪或者是跟恐惧的一个心态啊。有时候人类就是要克服这些心态，有可能你才会在这个市场立于不败之地。特别是在下跌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也是会恐惧啊。那上涨的时候，我们尽量就贪婪一点嘛，有可能真的未来有一部分仓位，或者是你一部分资金在低点有抄到的话，现在是要看未来能不能涨10倍，或者是能不能涨50倍。真的去100万吗？50倍乘以10倍，那就是500倍的利润啊！你少量的资金去博大量的收益，不要再这么短线。昨天是很多朋友是在讲目标要看到哪里？其实有几个压力位，就是刚刚跟大家讲，就这个上影线的高点位置，这一根转折，短期是有一点压力，因为它现在一半已经过了。那还有朋友在讲的，我不是前段时间天天在跟大家讲，量比价先行，都是有量，现在也是有量。你可以看一下，量是呈上升的趋势啊。历史上的比特币很多底部的位置都是有量的位置。大家要记住一点啊，如果是在空间的高位，它下方出大量，比如说这样子上去，突然在上方出大量，那你要怀疑这个量是谁在卖，谁在买，应该就是主力在卖，散户在买。那如果是在跌到这么低的位置，你看到前面都没什么量，突然间爆大量，或者是甚至片区全部都是大量，涨的时候也有量，跌的时候也有量，那你要去怀疑，低档出大量都是好量啊，就是有人在接货啊。你可以看一下历史上，比如说这个低位是不是大量，还有疫情低点的时候是不是大量，疫情低点的时候是不是爆大量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，现在不要去怀疑比特币牛市就是有可能慢慢要起来，但是目前还是要留一部分右侧的资金，包括这是18年的底部，是不是爆大量，是不是量比价先行，它在这个位置就是稳住了。因为有人接货的位置，你要让它去破低，主力会砍到自己的脚，把自己的筹码给套住啊，就是这样子嘛。包括其他的一些历史市场，我是过来人啊。中国的科技指数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是不是下跌的时候，在低点的时候爆大量，这是不是大量？量比价先行，后面价格就是上去了。所以我们不用去怀疑吧，比特币一步一步来观察吧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